2025年中国春运来了，对比一下往年的车站人山人海、一票难求，今年则是格外的不一样。一个这么大的高铁站，广州北站晚上的6点多钟才这么几个人，今年到底什么情况？我记得每年的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时候都已经挤爆了，今年真的有点异常啊！不知道是各位老乡们提前回去了，还是没有放假，还是大家都是看私家车回去的？今年到底啥情况？今天来到东莞东火车站，马上要回家喽。看一看现在的春运，看有没有人啊？寥寥无几呀，和平时一样啊。春运已经不复存在了。春运是中国1年1度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的开始。今年中国官方预计说有约90亿人次流动，但现实中呢却是这么的冷清。很多人都感叹春运已经不复存在了。来高铁，这个春运也不是这个节奏啊，他一个人没有啊，然后这个街上也没人，火车站也没人，火场也没人，大家都啥时候回家？这是今年春运的车厢啊，高铁车厢没人，人都哪儿去了也不知道，跟往年春运完全是两回事儿。今年你们过年是都不回家了吗？还是说改用其他的交通方式，比如说快走、小跑，改用这样的方式回家了呢？大家能聊聊吗？为什么高铁车厢是空的？马上到年底了，看一下东莞东站这边人多不多？现在东莞东站的变化还是挺大的，这前面也加了很多这些雨棚，这边呢也建了一个很大的广场了。虽然现在快接近春运了，但是东莞东站这边的人流量呢还不是很多，然后也没有像之前呢提前可能会搭这些遮雨棚啊什么之类的。今年春运的火车票突然变得不难抢了，究竟怎么回事？原来上午强哥的一个同事说他定好闹钟准备抢春运回去的票，结果发现今年春运的票非但不难抢，而且还有很多的余票。于是强哥登录了12300的 APP， 打开了1月26号上海区其他城市的购票车次，发现的确还有很多的余票。今年究竟怎么回事？春运抢票难的问题解决了？于是强哥做了一个简单的抽样调查，问了一下给公司打扫卫生的阿姨，问他说你今年什么时候回去？清洁阿姨的回答让这位强哥大吃一惊。阿姨说她其他老乡12月底就已经回家过春节了。强哥又问另一位饭店服务员，也得到相似的答案。现在正在衡阳火车站啊，已经春运了，都没有什么人，这到底是怎么了？湖南老乡都不想回家了吗？看嘛，服务区啊，一个车都没得哦，这些人都跑到哪里去了？大家好，我是邦哥，还有半个月就要过春节了。现在我在那个重庆的，这算是绕城高速吧的一个服务区，车没有不说，人也没有。今年这个年啊，怎么回事呢？今年返乡潮消失了，春运开始了，火车站、汽车站不再像前几年一样人声鼎沸，人们背着大包小包推儿带女回家，热闹繁忙的景象再也看不见了。说实话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。
春运已经开始了，而且今年的返乡潮比往年提前的更多。你们看到各大车站，其实返乡的人并不多，实际上有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已经从1、2线城市已经返回了家乡了。但是为什么各大县城和乡镇并没有发现很多人逛街和购买年货呢？只有一个原因，老百姓今年出去打工工作也好和创业也好都没有挣到钱。从明年开始，很多人都不会过年了。今年是很多普通人过着最后一个正常的春节啊！你看现在都几儿了，你能闻着一点年味儿吗？啊，鞭炮都不让放。你再看看超市，每年这个时候超市里边放的是不是什么恭喜发财、好运来啥的？现在你再去看看，就那几个服务员在那块嘀咕啥，你都能听。那今年为什么没有返乡潮呢？有网友总结出了3点。第一就是现在00后几乎都全部选择在家里躺平，根本都不出门打工，何来返乡潮之说？这第二呢，出去上班的很多都已经提前放假回来了，早在1、2个月前都已经回来了，回来也躺平不出门了。这第三呢，出去上班的很多人都没有挣到钱，可能连来回的路费都不够。兄弟们，今年可能不回家过年了，因为钱没挣到。这可能是我历史以来第一次不回家过年。他还说，哎呀，读书的时候家里人问成绩，上班的时候问工作做什么，做什么工作啊？赚到钱了没有啊？你有什么存款啊？哎呀，快要到年纪的时候，你有女朋友了吗？我想找个老婆回家过年啊。太难。我已经有3年没有回家过年了。我不回家的原因不是说我是不孝顺的人，其实真的不是的，就是回家过年嘛，亲戚朋友来你家里总是会问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，你今年赚了多少钱，谁谁谁又买了车，谁谁谁又买了房，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炫耀吧，各种比较。今年没钱，不敢回家过年了，去投靠朋友。唉，最害怕每天睡醒的时候了。喂，你们还没走啊？工地都完工了还不走？不是吧？那么早就完工了？那我们过年了还不走吗？昨天说了一下数，没多少钱的。那我们去哪里哦？哎呀，这个脸怎么过？身无分文，很没面子，回去买烟都没钱。往年新年期间，中国很多乡下村庄都很热闹，如今却是另一番景象。几个都腊月10几了，你们看我们村里面呢，好冷清了呢，连个人都没得，只有几个老人啊，还有个路上走啊走。年轻人应该是都没有回来的，往年这个时候啊，都已经回来了，今年不像是么回事，这越来越没得过年的气氛了。看一看我们农村的现状，村无烟火只剩房，墙倒屋塌话凄凉。儿时玩伴今何在？都在城里还房贷。村头巷尾无人住，少年出门打苦工。当今务农难糊口，各自谋生在他乡。乡村振兴多修路，修好街巷无人住。青年贷款城里搬，老弱病残守家园。树还在，势已黄，不见当年偷果郎。没有人，根本没有人。现在的农村大机场冷清的要死，我摊上没有生意，我隔壁摊上也没有生意，我左边的邻居也没有生意，右边的邻居也没有生意，大家都没有生意。就今年这生意能坚持下去就已经不错了。现在的农村老人有多惨呢？有很多老人都死在家里好几天了，而你却都不知道，一直等到尸体都发臭了才被邻居发现。我就问你扎不扎心？有人这个时候会问了，把儿女干啥去了？你就去看看现在的农村还有几个年轻人啊，全部都是老人，80后、90后的年轻人全部都在外地打工呢，他们也没办法呀。很多网友都认为2025年中国可能迎来史上最冷清的新年，因为今年大环境太差，失业率太高了，很多人工作1年不仅没有挣到钱，反而还负债累累。但过年需要买年货，给晚辈发红包等等，对于经济紧张的人来说，
这些基本开销都成了沉重的负担。今年准备1000块钱过年，平时不买了，有的赚就行，平时不买了，对，平时送。过年的鸡在我小宝那里抓，不用买，猪肉200块钱够的了。今年准备贷款过年了。新闻里说，打工人过年至少得花13000。我算了一下，来回路费2000，准备年货2000，给家人买礼物2000，给小朋友发红包2000。辛苦一年了，奖励一下自己，买件衣服1000。过年回家少不了跟朋友聚餐吹牛2000，这么加吧，至少也得13000。我存款余额还有400多，月底再发上3000工资。到年底还得带上1万块钱，行啊，比猪还强点儿。我过年只不过是要面子，他过年可是真要命啊！我突然理解之前为什么会有一句话叫“有钱没钱回家过年”，以及大人们为什么会觉得今年没有赚到钱，感觉都不想回村，不想回老家的这种心态了。原来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长多大，但其实慢慢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大人。今年我不是辞职吗？上半年就辞职，一直到现在没有工作，手里也越来越紧。我就想到我要回家的话，第一个感觉就是回去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父母的一系列的那些，不管是追问还是什么东西，就会觉得压力很大。最近有大量网友发视频表示，尽管快过年了，但市场萧条，到处都没有生意。14亿人口的大国，2000多万人口的城市啊，店里没人，街上没人，人到底都去哪儿了？过年就剩几天了，完全没有了过年的气氛，跟平时没啥两样，仿佛过年已成为了一种负担。或许不是年味淡了，而是已经不属于我们这代人了。今年那是怎么了？是叫过年了。今年都6月15、16了。市场什么经济么个萧条啊？带日费儿大家难不难？今年要准备不过年了噻，都没什么人呐，都是自己人啊。都是自己人儿。大家发现了吗？今年的春节有点太反常了，春节的气氛跟往年的好像都不太一样，街上的人流也稀疏了，商场的促销活动也冷清了，各个乡镇的大集也没有那么多人了。这到底是咋回事呢？难道是大家突然觉悟了，不再沉迷物质享受了吗？我觉得并不是这样，说白了就是咱们大家的兜里钱不够花了。现在的物价飞涨，粮食的收购价格却越来越低了，咱老百姓手里要是没有钱各行各业都会受到影响，因为消费拉动经济。往年过年期间，中国的烟酒行业是最火爆的，今年也面临着大萧条。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天生意真差？这眼看着就要过年了，生意总是上不来，还是没有人。连我昨天晚上熬到凌晨2点的，到现在都下午2点了，营业额才1000多米。你说这生意怎么会那么差？平时没人就算了，过年该有人呀！兄弟们，你们那里人多吗？老铁一个字，难搞。整个食品城你看静悄悄的，这个像过年的，一个鬼影子都没有，这个像什么？做什么生意都不知道，真的是这鬼影子都没有。朋友们，这是仙桃的龙猫大市场，离过年还有4天，只看得到买菜的人，看不到卖菜的人去哪里去了？朋友们，这个么情况？今年市场没有人，找工作地方却是满满的人。即使要过年了，还是有很多人在为找工作而苦恼。说实话，现在在外面打零工呢，现在很多人都在吃老本。说实话，真的很多人都在吃老本，根本就找不到事做，你想找都找不到，真的。很多人现在连老本都没有吃的呢。说实话，真的是啊，老本都没吃的呢。年底失业找不到工作，我真的快活不下去了，这生活真的太难了。回家直接过年吧，看一下卡上的余额只有5000多块钱，下个月我还要交2000的房租。兄弟们姐妹们，长沙到底有没有靠谱的工作呀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没事走了，
还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同行也没得死走了。最后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整条街都没死走了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